雅加达老城也被称为老巴达维亚，是印尼首都雅加达的一个小区域。这个特别的区域横跨北雅加达和西雅加达，占地1.3平方公里。老巴达维亚在16世纪被欧洲水手们昵称为亚洲珠宝和东方王后，拥有其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资源，被认为是亚洲的贸易中心。16世纪以来，老巴达维亚已成为亚洲重要的定居点、市中心和贸易中心。在雅加达拥有数处历史古迹和建筑物，华人社区也为这座印尼首都的历史增添了色彩。Hello， 嗨，我是小小，他是肥哥。Hello， 我们住在美丽的印尼，让我们告诉你华人在印尼的日常生活。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订阅，喜欢的话点个赞，不要忘记分享给朋友看哦。果多克是雅加达西部其中一个地区的名称。从荷兰殖民时代以来，这个地区是印尼最大的唐人街。果多克的大多数商人和居民是华人血统。这个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，当时在1740年11月，荷兰东印度公司指定果多克为华人住宅区。果多克是现在雅加达最大的电子交易中心之一。那这边其实有很多差不多100年老店，还有100年的咖啡厅，我们也是没去过。那今天我们就要去惊喜一下，也拍给大家，让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样惊喜，好不好？ Let's go！ Let's go！ 今天早上我们的第一站是老咖啡店，名为德记。这家咖啡店成立于1927年，位于九方。九方是果多克的一个区。之所以名为九方，是因为这个地方原本只有9栋房屋，这个名称自成立以来一直没有更改。现在这家咖啡店由建立人的第3代经营。这个有就有，多好喝，好吃。我们印尼人有一个台词，我们叫做好吃神经病，好吃到神经病。这碗面呢，我觉得是好吃神经病，超级好吃。应该是比梅兰的还好吃。这个它是用猪油，但是是鸡肉，所以2种味道你吃得到。当然面很喜欢。如果就是鸡肉，可能不怎么好吃，但是这个有猪油，所以2种鸡肉和猪肉的味道就混在一起。再来尝这边的鼎鼎大名的咖啡哦。先把奶油浇发。咖啡杯有写1927年开始。好喝，不会太甜。奶茶好喝吗？奶茶也不错。有这个跟那些珍珠奶茶的味道当然不一样，这个我们东南亚有奶茶的味道。喝奶茶，洋奶茶。觉得这个奶茶是红茶做的，是，这比较红的那个奶茶。对啊，是红茶，好像泰国的红茶。不过这好喝，因为没有那么甜。这样超级好喝。超级好喝，对。好喝成经病。我们继续前往附近的西前茶社用午餐。这个地方以前是传统中医中心中华药房，成立于1928年。荷兰殖民时期，在这个地区饮茶文化蓬勃发展。从中国进口来的树茶花通常使用热水冲泡。当这种习惯被证明能够减轻当时痢疾，这种习惯就被散布在整个巴达维亚。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价值，
这座建筑物被选中进行翻新，作为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，提名这座中华建筑物和其他16座历史建筑物得到翻新之权。西泉茶社是这个地方现在的名称，于2015年12月为茶餐厅重新预约。西泉茶社还保留着功夫茶道的传统，这是传统的茶饮程序。要来吃羊耳糕点。果多克唐人街是雅加达老城区的入口，我们现在到达这个老城区的中心。这里有一家非常有趣的餐厅——巴达维亚咖啡馆。1805年，荷兰人开始建造这座建筑，目的是使其成为 VOC 荷兰东印度公司高级官员以及政府机关的住所。随着时间的流失，一位名叫保罗·哈桑的法国人最终购买了这座建筑物，并将其转变为美术馆。随后，澳大利亚人克兰汉姆·詹姆斯向保罗·哈桑提出希望把这座建筑物变为餐厅。巴达维亚咖啡馆是印尼必去的餐厅，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餐厅之一。这家咖啡馆也有提供获奖的菜肴和饮料。我们现在在一个咖啡厅，叫做巴达维亚咖啡厅。这个建筑真的有历史应该有200多年了。1805开始有这个建筑了。以前荷兰殖民地时候不是咖啡厅，但是后来他们改变成一个咖啡厅。你看他们的那个市景，有那个维多利亚19世纪欧洲的感觉，好漂亮。从巴达维亚咖啡馆的窗户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很有历史悠久的建筑物——雅加达历史博物馆或法达希拉博物馆，占地超过1300平方米。这座建筑以前是巴达维亚的市政厅，始建于1707到1712年。这个建筑类似阿姆斯特丹的水巴宫，主楼用作办公室、法庭，和地下室用作监狱。1974年3月30日，这个建筑物正式开幕，名为法达希拉博物馆。从老城区，我们出发前往甘比尔地区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莫纳斯塔国家纪念塔，或通常缩写为莫纳斯塔，是一座高132米的纪念塔，纪念印尼人民为争取独立与荷兰殖民的抵抗和斗争。塔上有途经的火焰雕刻，象征着热烈的斗争精神。国家纪念塔位于雅加达中部的独立广场中间。我们的最后一站，我们将会在雅加达最古老的冰淇淋店拉古萨吃冰淇淋。这家店由2个意大利民族 Luigi Ragusa 和 Vincenzo Ragusa 创立，他们于1930年来到巴达维亚。拉古萨意大利冰淇淋店成立于1932年。这家店出售的冰淇淋使用新鲜的牛奶作为基本成分，因此可以生产质地柔软的冰淇淋，并且不用防腐剂。
我们的美食和历史之旅到此为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拜拜。